5233亿美元，这是已经锁定写进未来几年的 AI 订单规模，66%，这是还在加速的 AI 收入增速。但就在这一周，这些本该被庆祝的数据，却在华尔街触发了一场极其反常的下跌。如果这些都不算利好，那现在的市场究竟在给什么定价？而这正是我今天想跟你认真讲清楚的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Ruby 投资笔记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Ruby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不讲别的，主要是围绕最近大家在圈子里问的最多的问题：美股这波是不是已经到头了？甲骨文这样砸下来，现在到底是机会还是深坑？博通这根暴跌，到底该不该先跑，还是再等等？进行一一的解答。话不多说，精彩继续。上周五的盘面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，甲骨文、博通财报一出 ，AI 板块集体承压，纳指快速回落，还连累了标普和罗素的集体下挫。市场对此的解释是，这两家公司的财报没有解决投资者真正关注的问题，并且还火上浇油，重燃投资者对 AI 泡沫化的恐慌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如果市场真的开始否定 AI， 那么这种下跌绝不会只发生在科技板块。我们把视觉从个股拉到整个市场，如果这真的是一次恐慌性的撤退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看到现金流上升，防御板块走强，周期跟着一起下跌。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。我们从行业日历图中可以看出，科技板块是在回调，但是周期板块整体仍然呈现一个上行的趋势，红绿对半五五开的情况。这说明资金并没有离场，而是在重新找位置站队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市场上的资金开始出现了分化。那么一旦这个分化开始，高配大的个股一定先被减仓。最危险的当然就是那几只估值被反复抬高的科技巨头。我想表达的是，现在我们看到的下跌不是整个美股大盘要崩了，而是非常典型的高估值到低估值的切换。我们再来看一些能验证我逻辑的数据。从11月20日的阶段低点开始算起，那么罗素2000的指数上涨了大约 11%， 而科技七巨头的涨幅只有它的一半左右。如果这是熊市前夜，那么这种剪刀差不会存在，只有在结构调整的阶段才会出现这种走势。如果只是技术面的轮动，那持续性一定有限，但是这一次宏观层面其实是给了它一定的支撑。高盛在12月的策略报告里提出了一个核心判断，市场尚未完全计价2026年美国可能更强的经济表现，他们给出的 GDP 预期是 2.5%， 明显高于市场当前的 2.0% 的共识。如果经济不是衰退，而是延续扩张，那么资金从远期故事转向现实弹性，本来就是一个顺势而为。当然说到这里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对短期的风险视而不见。回到指数本身，接下来几天我们要盯的关键支撑就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20日均线。上周五纳指几乎是精准的收在了 MA20 的附近，大约在23111点。这个位置是短线多头非常关键的一道防线，如果这里能够稳住，那大概率意味着资金轮动会继续进行，市场呈现的就是一种东边回调西边接力，东边不亮西边亮的结构性行情。但如果这里被有效跌破，尤其是趋势开始减弱，甚至出现一个均线死叉的情况，那么科技股的调整就可能从消化估值变成一个情绪反馈，到那个阶段，标普和罗素也很难完全的独善其身。总的来说，就是甲骨文和博通带来的这个震荡，目前来看更像是市场借机进行的一次调仓换股。美股的牛市逻辑未变，但是结构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。接下来几天就是盯紧23111这个点位，这将决定我们是该继续拥抱周期，还是转入一个全面防御的状态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甲骨文这家公司，它到底还能不能投资？如果说上周五市场的震荡有一个真正的风暴眼，那一定是甲骨文 ORCL。越仔细研究这家公司，给我的撕裂感就越强。一边是几乎疯狂增长的 AI 订单，另一边是信用市场毫不留情的风险定价。也正是这种撕裂，解释了为什么 ORCL 会成为这轮恐慌的引爆点。2个交易日下跌了 14.8%。先说清楚一点，市场不是因为甲骨文赚不到钱而恐慌。如果只看基本面，那么甲骨文几乎是无可挑剔。它的 OCI 的 IaaS 收入同比增长了 66%，
那么 GPU 相关的收入是暴增了177%，已经交付了9.6万颗的英伟达 GB200。但真正点燃情绪的是资本开支。甲骨文在最新的指引中，把2026财年的资本支出预期在第一季度的基础上又提高了150亿美元，总规模直接推到了500亿美元。这一刻，市场关心的问题再一次回到了第一季度最初的起点：这些钱靠什么来负担？面对华尔街对举债扩张的质疑，那么管理层的回答是用一个新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，那就是客户自带芯片 BYOC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客户自己买 GPU， 然后放进甲骨文的数据中心运行。甲骨文提供电力、网络调度和平台，但不需要一次性把所有芯片都压在资产负债表上。管理层的核心表态其实只有一句话，就是这句话：我们的实际借款需求远低于你们模型里的假设。他们还一再强调会维持投资级的评级，并且 OCI 的算力可以在不同客户之间快速切换，来对冲客户集中度风险。那么这个投资级的评级就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他拿到银行的投资级评级，那么他的贷款额会更高，他的信用会很好。这个时候，其实市场上大多数人是相信甲骨文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美股很多都是一个信仰股。但是祸不单行，上周五那条关于数据中心延期的消息，彻底把市场质疑的情绪推到了临界点。即便公司随后澄清，强调所有为 OpenAI 等客户建设的数据中心并未延误，但是市场已经不再纠结真不真实，因为此时市场对于甲骨文的怀疑已经从业务层面转向了信用层面，这才是整件事情最关键的地方。不管管理层怎么说，信用市场已经提前投票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现在的甲骨文正在被当成一个准垃圾债来定价。2025年到期的 ORCIO 的债券收益率升至 5.9%， 已经高于平均垃圾债的 5.69%。更夸张的是它的 CDS， 甲骨文的信用违约互换价格在上周五标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债券交易员的眼中，甲骨文已经成为 AI 激进扩张风险的定价标的。这不是情绪，这是一个信用预警，一举打破了他在财报电话会中说的投资局评级的这个利好。所以回到投资层面，我的态度是甲骨文的业务数据强的没有问题，但是信用市场释放的信号也不能够忽略。那么在 CDS 明显回落之前，我不会考虑入手甲骨文。技术面上的话，它的股价已经连续在 185.24 附近收盘，这是一个关键的缺口回补位。如果能够稳住，大概率是进入横盘消化这个信用压力，但如果有效跌破，在 CDS 仍然恶化的情况下，那么估值可能会被重新拉低一档。以上我所说的就是我这周甲骨文的一个操作逻辑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博通的财报。如果说甲骨文的暴跌是订单多到让市场开始怀疑，那么博通的下跌反而是因为订单没能把预期往上抬。听起来很荒谬，但这正是当前 AI 市场最真实的状态。博通的这份财报从任何的传统标准来看，它都是一份接近满分的答卷。2025财年总收入是640亿美元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AI 收入是20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65%。财报刚出来的时候，市场的第一反应也很直接，盘后的股价是一度拉升了 4%。而在之后的电话会议上，他的 CEO 陈福阳其实针对市场最担心的几个问题，也是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回应。市场上最流行的一种担忧是，亚马逊、微软这些大客户会不会自己造芯片，然后把博通给边缘化？陈福阳的态度非常直接，这是一个被严重夸大的假设，就是这句话。我对此的理解是，订正芯片 XPU 不是一个短期的采购决策，而是多年周期的系统工程。那么在真实的竞争中，并没有证据显示客户会大规模的放弃成熟供应商，去承担更高的不确定性。比如说谷歌也在自研芯片，那么谷歌依旧是和博通合作。如果订单真的开始放缓，那才是基本面的警报。但是事实恰恰相反，他的老客户是在加单的状态。比如说，谷歌的母公司就在第3季度下了100亿的订单，那么第4季度它是又追加了110亿的美元。新客户也在进场，博通新增了第5家 XPU 的客户，订单规模是10亿美元的级别。同时102 TBS 的 Tomahawk 6交换机，那么订单积压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。这些都不是故事，而是一个实打实的需求。还有一个被明显误解的点，那么博通正在从卖芯片转向卖整套的系统和机架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毛利率可能会下滑，但是它的营业利润的绝对金额会上升。很多投资者他其实只盯着毛利率指引下调了100个基点，却忽略了这是规模扩张下的自然结果，这不是质量在变差，而是它的商业模式在转型升级。那么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市场选择卖出博通的原因是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就是一组数字730。这么一组简单的数字，却让博通的股价盘后下跌了11%。这个730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博通目前手里的 AI 产品订单积压大约是在730亿美元，将在未来18个月内交付。那么对于绝大公司来说，这是一个天文的数字，但在当前的 AI 估值体系里面，这个数字明显的不够炸裂。因为市场在博通身上，它已经提前压住了更激进的斜率，主要是它前段时间放出和谷歌合作的消息，所以你看到的并不是这个业绩不行，而是这个预期被轻微正尾后，估值迅速回吐。那排除了这个原因之后，博通的基本面有没有改变呢？其实并没有变差，反而在向好发展。所以我认为博通的这次下跌完全就是一场情绪的错杀。最后回到操作层面，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？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，那么就是博通本身没有问题，它的价格有问题，所以操作上我们必须要稳得住。其次就是它的财报日放量下跌了11%，那么这种走势它的惯性非常大，左侧抄底无疑是等于接飞刀，这一步是绝对不能做的。最后什么时候有机会呢？就是340美元附近才有机会，到了这里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博弈。但是有一个原则，即便跌到340，也不要立刻进场，连续观察至少3个交易日，不再创新低，才算是真正的企稳。如果股价能够反弹，并且站回360到365的区间，横盘消化压力，才能确认这个短期风险释放完成。但是这是最理想的一个修复路径，真实情况并不好说。所以从现在的基本情况来看，博通是一家好公司，但它现在的价格走势不是一个好价格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稳住心态去等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我对于现在 AI 投资的整体看法。如果把过去1周发生的事情连起来看，其实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， AI 的投资已经正式进入了一个现实检验期。这不是 AI 结束了，而是市场不再为只存在于未来的回报提前无限买单。所以从这一刻起，我认为美股投资必须拆成2条线来看。第一条就是还需要继续等待的一个核心资产，第二条是已经开始受益于轮动的现实资产。这一步决定的是风险暴露，而不是收益极限。第一条线就是 AI 核心资产，像甲骨文、博通这种并不是逻辑错了，而是它的位置太靠前了。在信用风险没有明显的缓解之前，在估值和预期重新回到合理区间之前，我更倾向于看而不是急着动，不是放弃 AI， 而是把时间站在自己的这一边。而与此同时，资金的真实流向其实已经非常明确，从高估值久期资产转向了估值更低、对经济更敏感的方向。这也是为什么周期股、小盘股在科技波动加剧的阶段反而表现得更稳。这不是短炒，而是资金在为了下一阶段的宏观结构提前布局。那么我自己当前采用的是一套双轨制的思路，也就是在当前阶段把资金拆成2个部分来管理。第一个就是防守加轮动仓，这部分的资金我更加关注周期、小盘、经济敏感型的板块，目标不是博弈情绪，而是参与已经发生的资金迁徙。第二轨就是 AI 观察仓， AI 这条线的话我并不会清仓，因为 AI 毕竟是大势所趋的行业，但我会去降高贝塔，减少组合的风险，给自己留充足的子弹。那么以上就是我本周的一个具体操作策略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哦，说说你对于博通和甲骨文还能不能持有的看法。我是 Ruby， 咱们一期一会，下期再见，拜。